给我瞄准了他。韩飞龙最好的近视。韩飞龙的这一击，中国功夫现身国际擂台，波兰2米巨人被刁钻腿法放倒10余次，刚站起来的老外没2秒又被撂倒1次。这个在擂台上实施中国功夫的小伙子不简单，他是太极功夫实战第一人韩飞龙。此人的师傅是太极功夫第8代传人王占军，韩飞龙是王占军800多名弟子当中最被器重的那一个。从12岁就开始跟随王占军练习太极功夫，一直到18岁那一年，韩飞龙决定下山，准备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功夫，让那些外国人对中国功夫有一个新的认知。韩飞龙此次的对手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叫萨科维奇，来自波兰，拥有超过2米的身高。年仅20岁的他明明可以依靠身高打篮球，成为国际篮球协会的球星，结果萨科维奇偏偏就选择了搏击，没想到还真让他选对了。步入职业拳坛才仅1年就获得了11战8胜的豪华战绩。听闻中国有个太极实战第一人，萨科维奇想都没想，直接就来到了中国。此时的韩飞龙已经在擂台上征战了5个年头，同时也获得了15战12胜的傲人战绩。面对这位强势来华挑战中国功夫的2米巨人，韩飞龙非但没有对他产生任何畏惧，并且还在师傅王占军面前立下了誓言，是要击败2米巨人，让那些不看好中国功夫的外国人对中国功夫有一个新的认知、新的理解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韩飞龙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韩飞龙已经在擂台上打了5个年头，但5年前的萨科维奇才年仅15岁，应该说萨科维奇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。身高马大并不全是萨科维奇的优点，其中缺点就在于移动缓慢不灵活。韩飞龙一个小小的接腿摔都能给萨科维奇带来很大的损伤。被放倒1次的萨科维奇很冷静，并没有因此而愤怒。然而萨科维奇毕竟还很年轻，内心多多少会有点不服气。从这个视觉上看啊，包括这资料显示，双方的身高差距有些夸张。萨科维奇身高1.93米，韩飞龙1.80米，双方有的13公分的这个差距啊。对，其实1.80米的身高也是挺高大威猛的，但是站在这个1.93米的面前就显得有些瘦小了。是的，这一次呢，峨眉传奇栏目组呢也是非常用心，在给韩飞龙拍这个小片 VCR 的时候，别看萨科维奇身高占优势，其实台下的教练最担心的就是萨科维奇的身高。韩飞龙的进攻招式怪异，移动速度迅速，就算韩飞龙进攻的时候失误了，那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调整。自从韩飞龙下山历练之后，几乎没有回到过最初训练的地方陈家沟。为了能让太极功夫在搏击擂台上发扬光大，韩飞龙已经在擂台上忙碌了5个年头，别说休息了，就连回家的次数都是寥寥无几。韩飞龙还是动作很迅速啊，往前压的也很紧。哇！但是这个扫踢相对于这么高的身高来说，就显得有一些距离不够了。对，韩飞龙呢，在我看来是把传统武术太极和自由搏击规则这种2个技法融合的很好的一名选手。刚才是韩飞龙接住低扫之后，一个后手包括前腿低扫扫踢啊。韩飞龙在擂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小有成就，获得过世界太极拳冠军这个冠军头衔。不过这一次所迎战的对手与其他选手大有不同，仅是一个身高就足够韩飞龙喝一壶的了。唯有进入到萨科维奇内围才能实施进攻招式，不然很难命中萨科维奇。一旦韩飞龙进入到了内围对抗，那么萨科维奇顷刻间就会变成一只无头苍蝇。对，刚才自己得手的2拳那个距离就不要再拉开了，因为一旦出来之后再想进去，哇！刚才韩飞龙用了一个空手道的一个技法啊，它是一个转身的摆腿，但是命中的目标是对手的这个大腿肌肉最薄弱的这个部分。但是都被对手阻截了。是的啊，这个动作从小就开始练习太极功夫的韩飞龙，很快就掌控了比赛节奏。别看萨科维奇的体型庞大，韩飞龙这要是认起真来，萨科维奇也很难招架。韩飞龙终于得势。再次的转身的这个后摆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不管是在中远距离还是在近距离，韩飞龙总能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。毕竟萨科维奇还很年轻，才20岁。然而此时的韩飞龙已经23岁了，精准的拳脚进攻也是让萨科维奇重新认识到了中国功夫。
对于萨科维奇来说，在没有完全适应比赛节奏的时候，只能实施一些单击动作。然而韩飞龙动不动就是一套拳脚进攻奉上，根本不给萨科维奇任何实施反击的机会。但是每一次，韩飞龙接组合拳接腿啊，那个腿总是显得腿会很短，因为对手这个上半身后仰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。好，再一次转身后摆腿。今天这个腿法已经用了差不多5、6次了啊。刚才在第2局的时候我说到，可能讲了一半啊，这个腿法曾经是 K1 的鸡皮之王我们已经故去的，就是因为去世的这个安迪哈格经常。韩飞龙为了限制萨科维奇实施进攻，也是拼了命的在抢先一步实施腿法进攻。然而萨科维奇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韩飞龙内围做动作。可别忘了，韩飞龙从12岁就开始跟随王占军练习中国功夫，已经23岁的韩飞龙练习武术的时间将近11年，自身的武术功底当然不容小觑。从这点来看，暴揍一个小小的2米巨人还不是信手拈来。萨科维奇一直在不断的利用一些拉开动作的距离啊，跟韩飞龙保持这种安全距离。但是韩飞龙的这个进攻速度也很快，而且一旦萨科维奇出一个主动进攻之后啊，韩飞龙会抓住空当啊，马上进去，连续4、5拳的组合进攻。对，韩飞龙就是在对手露出破绽的那一刹那进去，得点动作，哇，这个撑蹬。大高个的命中率确实很高的，但实施进攻的机会却少得可怜，一大部分都被韩飞龙所限制，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距离不够无法正常实施。反观韩飞龙是一位灵活度极高的选手，在萨科维奇面前晃来晃去，不仅可以干扰萨科维奇的视野和判断，而且还可以随时对萨科维奇发起一波猛攻。短的距离起上勾拳。这个蓝锋选手来自波兰的萨科维奇，他就是这种泰式的打法，喜欢打这种远距离，充分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。而且他生于波兰，在英国居住了9年，在泰国也居住了1年，一直都是想打很多的比赛，所以来到中国。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资料显示到现在为止只打了11场的这个开始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萨科维奇越来越着急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3分钟，留给萨科维奇的时间不多了。然而此时的萨科维奇依然找不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全程都在被韩飞龙牵着鼻子走，无法实施任何一次有效的进攻。大高个的优势就是可以掌控全局，但劣势就是特别笨重，无法快速寻找到合适的进攻位置。反观现在的比赛节奏由韩飞龙来掌控，这样一来，萨科维奇完全就是被架空了。别说实施进攻动作了，就连最基本的移动和防守都成了一个大问题。腿法，所以这对于韩飞龙最大的考验在于他，每一个动作并不是说蓄积好力量准备好的，他是要找这个时机才能打进去。对方出击这个机会啊，随时把握住，随时可以进攻发力。萨科维奇最要命的武器就是腿法进攻，但韩飞龙已经完全限制了萨科维奇。想要实施腿法进攻，必须要经过韩飞龙的同意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一次踢裆完全就是韩飞龙的无意之举。要怪就怪萨科维奇的身高太高了。很重的而好，比赛可以继续开始。好，上来之后，萨科维奇似乎被韩飞龙的这一记踢裆的动作激怒了啊！上来之后，这个无论从表情上还是这个动作输出上啊，都怒气冲冲的。但这个擂台上还是要保持理智的，不然的话就会露出破绽。护指掉了。一旦让韩飞龙进入到了萨科维奇的内围，那么萨科维奇不挨上一顿揍绝对不算完。被连续暴揍的萨科维奇心态是崩溃的，在灵活的韩飞龙面前，萨科维奇就是一个会移动的标靶。现在已经不是萨科维奇如何实施进攻这么简单了，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命。韩飞龙的假动作加上真实动作，已经彻底将萨科维奇的脑袋打蒙圈，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就知道脑袋被连续的暴锤，突然击打他的头部。
哇，这个高扫其实威胁很大的，虽然是扫过韩飞龙的头顶啊，对，有点高度没有掌握好，有点过高了这个高扫。正灯。此时的萨科维奇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，台下的美女也在高声呐喊欢呼，为韩飞龙加油助威。萨科维奇引以为傲的腿法进攻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，就算是到了中远距离，萨科维奇也不敢实施幅度太大的动作。最后韩飞龙还给萨科维奇来了一个扫堂腿，就是要让外国人记住，中国功夫和中国人都不是好欺负的，胆敢来到中国挑衅中国功夫，萨科维奇的下场就是先例。来，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的裁决，1号、2号、3号裁判都给出了一致的裁定，30比27。本场比赛红方胜。最终韩飞龙大获全胜，成功拿下比赛的胜利，将这位波兰2米巨人斩于了马下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在搏击擂台上为中国功夫证明的韩飞龙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